中，事关大雷音宗的未来，舍我一身清誉又如何？天下太平才能渡劫，那天下大乱呢？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天魔教主的脑袋，而是要将整个天魔教连根拔起。在上集中，一道飞剑凌空而至，瞬间洞穿了佛心的眉心，将其钉死在石碑上。原来是几名太子的随从尾随在暗处，想要刺杀秦牧，结果是击毙了佛心。这些太子随从喜出望外的以为终于杀死了秦牧，贪婪地商议着割下头颅去向太子领赏。秦牧瞪大双眼，心中感到一种光怪陆离的啼笑皆非。就在刚才，一道突如其来的剑光避开了他，直刺佛心的眉心，瞬间洞穿了对方的头颅，让他根本来不及做出阻拦。飞剑的主人远在里许之外，在月色朦胧中，仅凭两人交手时身上散发的光芒，便仓促出手。这一剑虽本意是斩杀身为天魔教主的他，却机缘巧合地夺走了被秦牧重伤、猝不及防的佛心的性命。眼见佛心惨死，秦牧不假思索地跃上龙麒麟背部，龙麒麟抽身而退，脚踩火云飞奔离去。几位太子随从赶到界碑下，其中一人从佛心眉心抽出飞剑，正欲割下头颅领功，却发现尸体竟然没有头发，一时怔住。而此时秦牧回头，在月色下对着几人微微一笑，这笑容让他们如坠冰窟，瞬间意识到骑着龙麒麟逃走的竟是天魔教主，而死在界碑下的竟然是佛子。面对这无法收拾的局面，这些随从六神无主，在一番惊慌商议后，决定毁尸灭迹，将罪名推给天魔教主，并试图灭口杀掉目击者四不像。四不像现出真身，以强横的体魄与神通，顶着剑雨撞向几人，鹿角翻飞间将两名随从钉死在界碑上，又一提将另一人踩得粉身碎骨。做完这一切，四不像带着满身皮外伤奔回大雷音寺。次日天明，几位罗汉院的黄袍老僧在四不像带领下来到现场。面对佛子之死，他们为了保住大雷音寺与太子联手制定的改朝换代大计，决定对如来隐瞒真相，将佛子之死嫁祸给天魔教主。长眉僧人慨然应下此事，并自请还俗离寺。回到寺中，老如来已与太子商议妥当，长眉僧人上前谎报佛子死于天魔教主之手。老如来听后，当即准许长眉僧人还俗。长眉僧人离寺后，被太子邀上楼船。太子不仅许诺他未来开宗立派，更明确表示要将天魔教连根拔起。与此同时，老如来造访昆仑玉虚山会见道主，两人避开左右，直接谈及延康太子的变法与即将到来的大劫。为了阻止皇帝的变法，两人达成共识。老人达成共识，老如来主张换一任皇帝，死一人以救苍生。道主听后承诺会动用9位出鞘的道剑，以此相助大雷音寺。在霸州府，炎封帝正亲自在一州滩前为灾民分发食物，随行的文武群臣环伺左右。面对外界关于变法引致天灾、劳民伤财的谬论，炎封帝直接通过四弄大臣之口驳斥。他指出，变法前土地兼并严重，百姓勉强糊口，常遇天灾，即遭灭顶之灾；而变法后土地收归国有，无者助力农务，160年间未现饥荒。炎封帝痛斥那些高高在上、以神佛自居却压榨民力的宗派，强调真正的佛与道应是造福于民，而非高谈阔论。他是要将那些自视清高的士大夫与宗派势力铲除，建立一个务实的官僚体系。此时，如来与道主接连现身，伪装成寻常饥民来到滩前领取赈济。炎封帝看穿了他们的身份，神色凝重地与这些往日里远离尘世的领袖蹲在街边进餐。席间，炎封帝言辞犀利，拆穿了佛道两派所谓的避世修行不过是虚妄，指出神桥已断，无人能成真神真佛。随后，炎封帝率领7位神桥境界的大臣来到城外，如来与道主随行。在田间，道主向炎封帝展示了记载大须劫难的开皇劫经，试图以此告诫他停止变法。炎封帝阅毕，追忆其早年出访元启国时，因进贡不足遭雷隐宗以降劫手段随意废立皇帝的残酷往事，他以此为契机，再次明智，当初变法便是为了掀翻这些凌驾于凡人之上的所谓神佛，而即便现在遭遇灾难，他的决心亦不会改变。面对执迷不悟的炎封帝，如来与道主不再多言，两人随即展示了早已埋伏好的重兵，四周涌现出无数老道、僧人与高人，将炎封帝一行重重包围。炎封帝见状，冷笑着感慨对方终究选择了这种不讲江湖规矩的手段。如来长叹一声，与道主共同下令，众人齐齐逼上前来，欲将炎封帝送上绝路。霸州城西，110里荒野尽是一片肃杀，空气仿佛凝固。
道门老道士与大雷音寺老和尚们周身元气翻涌，在身后凝聚成一尊尊神圣法像，有三头四臂，有龟背浮沉，有金刚夜叉，各类形象昭示着两派悠久深厚的底蕴。相比之下，穷夫子、田真君等人身后的神奇虽也强盛，却呈现出儒家圣人、持金虫女子与百纳伊穷神等截然不同的景象。炎封帝麾下的朝廷大员气象更是迥异，他们并不修习传统神佛，而是将毕生所思作为神奇。勤俭勤宝月，身后金简旋转，使兵器为神。圆空和尚身为苦行僧，身缠锁链，以战斗姿态为神。灵虚花身后，九龙盘绕泰山，掌管祭祀。魏平波以水力大坝为神，秀月清以大风壁为神。苏云之则以舒齿为神。全定武身后烈焰战马上的八臂杀神，尽显戎马生涯的煞气。这一幕令道门与大雷音寺的僧道感到愤慨，直指着视不尽鬼神的邪魔外道。炎封帝却淡然回应，认为做好本职便是神佛。道主对此不以为然，认为是天魔教义的腐蚀，杀机随之勃发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一辆牛车缓缓驶来，众人强压杀气尽力，任由老汉赶车离去。随后又有2辆牛车接连经过，令众人心中生疑。当第3辆牛车停下，车上的一对老夫妇抖开布匹，竟从中现出天魔教左右护法12长老及2位天王，共16名高手。天魔教众嬉笑调侃，明言是受教主之托保护皇帝，不愿在过年时因皇帝身死而担责。随着盖门门主齐大友的一声暴喝，4大圣地的最强者火并爆发，狂暴气浪将成片山林抹平。战斗之惨烈远超国师评判之战，全定武与长耳僧展开生死搏杀。全定武凭借战场杀伐之术硬汉对方斗战胜法，即便5脏6腑受损，也以雷霆手段将长耳僧击杀。圆空和尚则与红衣师太激斗，誓要崩断心中枷锁，立地成佛。战场各处，老道士们祭出道剑14篇，天魔教高手布阵迎战，大雷音寺强者则围困朝廷大员，战局一片混乱。最后，炎封帝面对如来与道主的联手，穷夫子等人被遣去支援其他战场。面对如来托钵、道主暗箭的威压，炎封帝周身龙气贯空，真龙虚影咆哮。道主称赞炎封帝几乎将假象化作真神，却因神桥断绝毕生无望，随即施展出未真圆满的道剑14篇残招。如来则祭出金钵，展露20诸天神佛的大成经最高境界。两人共同向这位展现出9龙帝王宫的皇帝发起了最强的挑战。如来与道主身为上个时代的绝世翘楚，修为已达神佛境界，若非神桥断绝，早已举下飞升。炎封帝虽为后晋，但凭借9道龙脉与皇城之地的地利，一身修为通天彻地，不仅是炎康国的宗主，更是当今世上最顶尖的强者。即便如此，面对如来与道主联手，他若无援手，也已绝了生路。战局中，半空青雷炸裂，炎封帝驾驭9龙锐气、9龙奇银对抗满天神佛，战况激烈。道主正欲施展那半招大一统的剑法，却见瞎子与马爷突然横插一手，硬生生打断了众人的厮杀。2位高人此行实则是为寻天魔教前教主夫人。一场杀机四伏的战役因这场古怪的寻人风波陷入短暂凝滞。一番交谈后，2位高人对保皇夺权毫无兴趣，留下一句祸国殃民的警示，便呼啸而去。战斗随即再度爆发，如来现出丈6金身，5指化作5座大山压下。道主以道剑14篇的精髓穷演万法，剑光破碎虚空。炎封帝身缠9龙，虽精通各派绝学，力抗双雄，但因双拳难敌4手，仍被道剑重创，在20诸天神佛的重压下渐显颓势。炎封帝血染战袍，气血渐至油尽灯枯。道主与如来深知胜负已定，正欲施展致命一击。300里外，秦牧驾驭龙麒麟疯狂疾驰，途中偶遇折返的马爷与瞎子。秦牧焦急求援，2位高人虽感救主困难，却在得知炎封帝命在旦夕后，最终同意前往抢人。战场之上，当道主与如来合力施压的瞬间，一根竹杖如惊雷般点破局面。在如来与道主招架竹杖的瞬息，炎封的背瞬间带离。尽管道主断言炎封帝神藏尽碎，已成废人，但马爷与瞎子仍将他丢回给秦牧。一场足以震动天下的刺杀，最终在诡谲的变数中草草收场。秦牧查看着炎封帝的伤势，此时的皇帝如同一个漏血的破麻袋，不仅气血枯败，体内的神仓也在不断崩塌，如天地崩毁般发出轰鸣。若不及时救治，支撑不过1个时辰。炎封帝勉强睁眼询问是否还有救。秦牧没有多言，食指翻飞，以造化天魔功封印了皇帝的神魂，令其动弹不得。随后又涂抹龙涎，并清理淤血。
看着瞎子与马爷离去，秦牧猜测他们是去引开追兵，便带着炎风帝回到司婆婆的住处。他本想使用珍贵的血容丸，却担忧皇帝体内暴乱的能量会因气血骤旺而彻底引爆神藏，甚至炸毁整座院落。秦牧当即决定先导引能量，再补气血。无奈自身法力不足以封印，只得寄希望于司婆婆。他心中恻然，知道经此一劫，炎风帝即便保住性命，也极可能沦为一个只有几十年寿命的普通人。回到院子，司婆婆见秦牧带回皇帝，言语间虽极尽调侃，却在听闻秦牧的请求后，忧心忡忡地出手封印了炎风帝神藏中的能量。司婆婆提醒秦牧，厉天行的残魂会在入夜后出现争夺躯体，必须谨慎行事。秦牧争分夺秒地赶往最近的雁城，虽然药材不全，但还是凑齐了补气血的药材。回到院中，他彻夜不眠，一边以药材和银针维持炎风帝的生命体征，一边以大玉天魔经中的造化篇逆转功法强行修补伤势。夜幕降临，厉天行如期而至。在司婆婆与厉天行人格不断切换的危险境地中，秦牧表现得从容不迫。他一边应对厉天行的威胁，一边将造化功施展得淋漓尽致，以这种堂皇大气的魔功手段，将皇帝种入土中如树般滋养，试图稳固其魂魄与肉身。厉天行最初言辞刻薄，却在看到秦牧这般救人的造化功法后深感震撼，沉浸在秦牧那内求于己、稳固根基的独特路子中，竟忘了下手杀人。清晨，阳光穿过窗棂，厉天行叹气离去。司婆婆清醒后急忙询问。接连2晚，秦牧凭借对功法的深度领悟，以奇招不断蒙混过关。然而，当秦牧试图解开封印检验皇帝肉身时，炎风帝的魂魄依然因身体极度虚弱而险些飞往幽都。幸亏秦牧及时以千魂引锁住。就在秦牧继续救治之时，司婆婆再次被厉天行占据。厉天行带着杀意闯入房内，却在目睹秦牧身后显现出的振兴军形态以及那本神秘的书卷后，发出了一声惊疑。秦牧展示出的承天之门与那本奇异书籍引发了厉天行的强烈好奇。尽管秦牧言语间透着深不可测，实则对那些文字也是一知半解。他借故向厉天行传授振兴军帝侯真功，实则是为了激将这位自傲的前代教主。随后屏气凝神，开启9重天开眼法，甚至裂开眉心，显露出那只如同来自幽暗世界的第3只眼。这一瞬，房间内阴气弥漫，宛如化作了另一个世界。炎风帝体内那支离破碎，元神受创，3魂7魄散乱的真相尽数展露在秦牧眼前。厉天行虽对这只诡异的眼睛感到震撼，但仍不愿承认自己有不会的功法。秦牧随即提出进入皇帝体内一探究竟的建议。在2人同时施展魔影幻魔功与法天芥子功后，他们的身形缩小化作虚影，顺着眉心钻入炎风帝体内。在炎风帝支离破碎的灵胎神藏中，他们目睹了道主留下的肆虐剑意。厉天行虽口头上百般刁难，却最终还是施展出精妙的多面空间封禁术，收服了剑意，并以此炫耀技艺。秦牧不卑不亢地以更纯熟的术数造诣予以回应，令厉天行在愤懑之余也流露出几分赞赏。2人穿梭于5行神藏与6合神藏之间，分别以红莲叶火咒清除魔障，一路见证了炎风帝体内如同崩塌世界的惨状。厉天行虽心狠手辣，却在这一路与秦牧的交流中，因对方那份对天圣教的执着救治之心而心生认同，甚至自愿出手清理如来神通留下的余波。当2人来到7星神藏与生死神藏，看着脚下那通往幽都的黑暗道路，厉天行感慨修行终究是一场空，而秦牧则以豁达的心态回应，坚持要将这精彩的一生延续下去，直至抵达最后的断桥神藏，看到那横贯虚空却已断裂、不断坠落砸毁其他神藏的桥体，厉天行再次怂恿秦牧放弃救治，并以封为贵妃的戏言调侃。面对这位既残忍又透着奇异魅力的前代教主，秦牧只得无奈地以封闭无感应对，守护着这具摇摇欲坠的帝王之躯，继续着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救治。在清扫了道主与如来的残留神通后，秦牧虽寻得了一线生机，但面对炎风帝那破灭的神藏，依然感到无从下手。他虽深知药理，却从未处理过如此严重的创伤，即便试图利用魔影幻魔功进入神藏内部炼丹，效果也微乎其微。晨光微露，厉天行陷入沉睡，司婆婆清醒，秦牧不得不再次叮嘱炎风帝严守房门，并以帝侯真功在门上烙下承天之门的幽都文字，以此阻挡厉天行的强闯。接下来的3日，炎风帝在屋内度日如年，门外那悦耳却致命的魔音始终在引诱他开门。厉天行那极具魅惑的嗓音让他心乱如麻，好在凭借秦牧设下的诡秘门户与自身的坚守，炎风帝才幸免于难。直至第3日，面对始终无法破解的幽都文字，厉天行终因疑心秦牧暗算而退缩。
秦牧归来后，将承天之门刮去，并向炎封帝透露了京城的惊变。太子以借举国哀悼之名登基，天策上将等人尽数归顺。面对着大权旁落、变法将毁的危局，炎封帝拒绝前往大墟寻求药师的医治，执意重返京城，试图借助龙脉与九龙帝王宫的力量重铸神藏，废除新君。为了掩盖行踪，秦牧将身为皇帝的尊严彻底粉碎。他强行剃去了炎封帝的须发，在其头顶烫下戒疤，又在脸上绘制出狰狞的刀疤，将这位一代雄主彻底改造为一个凶神恶煞的病和尚。炎封帝虽对秦牧的捉弄愤怒不已，却深知当前局势险恶，只得强压怒火，背起木质杀猪刀，随秦牧踏上重返京城的艰险之路。